千难万险都有个定论，杨子被金主小丫头洗劫，却用噱头摆平了阿姨的出资决定。凭什么说杨子是创业者普遍畏惧的阿姨？这似乎与6000万元有关。18个月前，杨子正式通报了与欢瑞世纪的协议终止，其他人对欢瑞嗤笑一声，白白丢了一个田烘焙。话虽如此，公司高层却怎么也顾不上杨子的生意兴隆，直到看到疯狂下跌的股价，高层彻底惊呆了。自从杨子如实表白后，欢瑞的股价在短短1天的时间里跌了整整4%。到收市时，每股仅剩2.6元，6000多万的资金化为乌有。欢瑞的掌门们早就想好了，直到这一次，资本老总才真正看清，杨子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夏雪了。2004年，年仅12岁的杨子才幸运地被一位带着孩子的首长看中，尤其是帮助祖辈美乐蒂丹丹和高亚麟录音，更是受到表扬。更何况饰演夏雪的杨子平时还有些开朗，本来就是个小孩子的气质，他已经变成了家里最有气势的孩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顶流有儿女。第3季的前一天开始拍摄，女1号的主播名字改成了另外一个小姐姐，我主动约了聚会，后来内容就给我了。我隔天拍戏，什么时候去打甘草，首领在我的房间里砰砰直跳，然后我妈妈打开了入口，让我妈妈知道这个财务支持者的小女孩将承担这个角色。你今晚应该离开这里。原来那个靠山的姑娘看上夏雪的工作无可救药了，首领也意识到什么更重要了，毫不含糊地认输了。虚弱的杨子一个转身抱住了京城的大腿。杨子现在才15岁，小时候对特技一窍不通，但听到不让演戏的消息，他心里不寒而栗心，一个小姐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。更何况守护者通常都知道金钱和权力下世界的复杂性，没有这么大的根基，被人骚扰是命运多舛。他们可以顺应群体向外界抛出的理由，同时也可以安抚年幼的女童。西瓜被端过来，说哭什么哭，吃西瓜吧。他继续吃，说他们会抢我的。然而也正是这种资本的阻挠，让杨子一心想走在个大兴街。然而当他向家人承认自己需要参加记忆测试时，老人家却没有一个人同意。自从大人知道媒体是个鱼龙混杂的大彩缸，当他需要把妈妈许丹丹看成安慰剂时，谁知连他最尊敬的人都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你好像是这样的，我妈劝你不要演戏了。孩子，你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，以后真的可以撞书了。不过这个圈子太乱了，你说了那么多好姑娘，我们可没那么可爱，比如你以后可能会很惨，还是好好的去读书吧。说实话，与其说旋律丹丹多嘴，其实她同样是脱离了这个圈子的人，也知道这个圈子的风险。更何况就在这时，杨子遇到了一件丢人的事。那时候的杨子正值青春年华，容貌早已失去了成长经历的层次，大脸、长差点、胖子这些词无可否认地摆在了杨子的面前。总之，如果闯入这个圈子，作为一个小姐姐，如果长得不好看，以后就很难出门了。综上所述，只有一小部分大明星曾与令人反感的女士战斗过。尽管如此，杨安则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进入北影，与张一山、李现结为同伙。然而临近毕业季，她的名气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甜蜜的你小姐、富婆，不同的职业，京城那边都看不起她。直到2014年，孔生科长在筹划进部剧《决战长沙》时，选择了多想一个办法给杨子机会。然而无论如何，资本监管者都可以在没有杨子的情况下完成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，需要将携带现金的艺人纳入聚会。不管怎么说，孔生掌门很有原则，不会因为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失去任何利益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大牌艺人。如此一来，杨子正是靠着队长的团结，才力排众议，最终留在了队伍中。杨子没有让任何人失望。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初入冷门的大学生，到一个沉静稳重的见惯了冷艳世界的老婆妈妈，杨子满脸的一颦一笑都是杨子对一个人用心的关怀。还有，虽然杨子的名气很大，但是他的心灰意冷得多。
因为在这个时代，流量和商业价值是最重要的，但是表演是被感知的，而不是任何想象力的成就。想不到1年的流量是一流的，一份工作，你去争取，你去试试，偶尔一次没有意义。既然他们已经在主轮主动淘汰了你，既然你没有交通，请接受我的道歉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我们的戏剧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很合理，但我们现在应该不记得了。另外，当杨紫好不容易拿下穿搭秀准备挑战自己的时候，没想到经过2个月的准备就要开课了。7天前，杨紫接到电话，对方亮着她被调走的消息。终于有一个场景，我真的一直为她所有的健康而努力。安排了2个多月，演出开始前7天就被换下了。那次打击对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。我想我当时在想，如果我没有电影来拍这个，我就靠这部电影，我应该演好。我没想到我没有这部电影。或许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总会有一个人随时准备被伯乐看中。孔生是杨紫的贵族。由于之前杨紫在战区的精彩呈现得到了孔生局长的表扬，所以在筹备新作向欢乐致敬的时候，他想了半天，才拿起电话给杨紫打了过去。今年是杨紫争取流量和商誉的重中之重。杨紫虽然在向幸福致敬中一直是个装逼的角色，做了很多傻事，但她当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人。但凭借着出色的演技，她赢得了很多刘涛、蒋欣、王子文等荣誉。一场聚会有效地进行了较量，他们在 Brilliant Hall Grand 的选择名单上。这是杨紫的光芒，也是杨紫未来的气度。眼下，杨紫身后背负着大量资产，仅一张香蜜，她就为组织赚取了将近10亿元的收入。乐视的组织负责人不禁附和。杨紫留在京城前，化作大酋长手中的香饽饽。尽管旁人一直在嘲笑杨紫丑，但在这个圈子混了10几年，她主动钻了一层无敌大网，舍弃了一切，朝向头部的后方。或许是上了福布斯中国巨星榜之后，杨紫才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02肖战包片场就步了电影。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《微风再起之时》在最令人难忘的交付日交付，电影表现不佳，票房不足1亿。《微风再起之时》华中地区上映，场馆似乎不为电影业所动。他在电影中排名第4，但他在电影中仅排名第6，证明这一点并不出名。《流浪地球2》满江红熊出没，与我同在熊中心，遥远的海洋，无名之辈等。我接受电影院需要带现金。这部电影的兴致很高，人群也很受欢迎，但这部电影确实不是特别出色。掌门翁子光虽有踏雪寻梅，但清风再起时却是震耳欲聋的小曲。影片台词节奏不佳，剧情平淡无奇。正文内容千篇一律，剧情有些不重要，可以映照出乱七八糟的修改推理，带来倒霉的账号情绪，让人感到疲惫和折磨，类似 MV 裁缝。同时，影片的基调也被定得过高。一开始，这是一张非常完美的高对比度照片，有一种足够古老的感觉，但后来的内容却跟不上。总的来说，这部电影的倒叙和休息让情节结束了。其实我觉得断点是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片段，利落到主线的剧情让人忍不住吐槽，很多变化同时发生。同样出乎意料的是，2个人立下名门传统，没有开创性的思想。人物的部分行为方式需要灵感，少数人物的重要性微乎其微。角色数量如此之多，但他们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。除了他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一事实外，他们似乎非常令人困惑。港片频频出现在纷繁复杂的场景中，女性角色永远是在装置人里，设定是有层次的，整容，杜鹃的身材、神态、号召力都搭好了，但演技烂，台词烂，缺点可以说是令人失望。整部片子接触的地方比较少，人物和情节都很难引起共鸣，代入感不扎实。比如磊磊的角色在港片中的设定是比较正常的，有一段混乱而可怕的过去，有一个白月光，然而白月光不幸去世了。在获得权力之后，他受到权力的压迫，空间不大，也限制了艺人演技的最大发挥。3. 投影精彩，演技上线，个别艺人表演精彩。为了展现2位男主的过去，青春洋溢的艺人选择不凡，
放映总体上颇有成效。文艺青年和2位男主的长相和神态基本一致，这种表现方式令人钦佩，对某些电影来说并不正常。越是老练的艺人，其实越需要自称年轻。记忆部分虽然介绍得很清楚，但由于投影还算有成果，人物的气质也格外清晰，不会有乱七八糟的地方。梁朝伟的演技是稳定的，总的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迷人和奇怪的人。郭富城也在努力演好磊乐的角色，但如前所述，这个角色的人设并不好，游戏空间过大，其他角色可能会受到人物计划、长度等的限制，角色没有属性，也没有站起来。他们精疲力尽，物质沉闷，基本上没什么好挑的了。不管表现的机会是不是比较少，其实我还是老老实实努力完成人设。遗憾的是，艺人之间的磨合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火花。南疆的眼镜掉下来的那一幕是意想不到的惊喜，不过也没有多余的抢眼镜头。4. 企图老，但细枝末节不好。影片中有很多那个时期的微妙之处，比如摇摆舞。在片中，磊磊同样有一段致敬倾盆大雨中的歌的舞蹈，它非常美国化，但它也包含许多电影剪辑。也许我需要通过音乐和主流社会的进步来表现香港各个时期的情况，但我还没有做到极致。几个合奏和屏幕色调是一个奇怪的片段，似乎是一个时间旅行。比如蔡真结婚时雷乐的着装，还有蔡真去找弱势配偶时戴着墨镜的扣子，基本上就跟拍设计大片或者造型广告一样。抽象片和商业片很常见，文笔和做工不详尽，外挂不吸引人。翁子光是不是压力太大，以至于失去了常态？据了解，肖战工作室给影迷福利，预定了《微风再起时》，门票立马售罄，但这怎么看都无法让这部影片脱颖而出。可惜的是，梁朝伟和郭富城的影响力都被这部电影挥霍殆尽了，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很牛逼，很吵，很长，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，而且过于生硬。